托梦第9章，艰难的选择。看我一声不吭的发呆，一旁的吴医生突然道：“林守仁是一个例外。”他看了一眼刘主任，接着道：“化验报告很明确，他的脑神经系统已经被病毒严重的破坏，症状上也很明显，只是有2点不得不说相当特殊。仅仅24小时，病毒就扩散到那么高的位置，这么快的发病时间简直是罕见。”由于我在他们之前就已得知杨警官找到的那封信的内容，所以我向2位医生简单地叙述了林守仁早在1个多月前就被病猫咬伤的经过。当2人得知此事之后，不禁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你说有2点很特殊，那么另外一点是什么？我问道。你知道吴医生使劲清了清干涩到快要失声的嗓子，过了好一会儿才接着道：你知道一个人的中枢神经如果被破坏意味着什么？以当时的状态而言，林守仁已是一具没有意识的躯壳。我明白他想表达的意思。当时所有在场的医生，包括齐浩洋在内，都确认这个人已经没有了医治的可能性，和尸体的唯一区别恐怕就是剩余不多的微弱的心跳和极缓的呼吸罢了。可即便是这样，他还是能在深夜里醒来，逃出医院。吴医生忍不住又干咳了2声，接着道：如果不是第2天被亲眼发现他死在树下，这样的事实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当时你也在场？我忙问道。是的，他死于呼吸衰竭。吴医生道。他显然不了解我的想法。浩洋是那天被猫抓的吗？我再一次提到这个问题。可以这么说吧。吴医生叹了一声道：因为我当时震惊于死者的表情非常狰狞，双手在地上有刨过土的痕迹，靠近树根的地方被他活生生刨出了一个大坑来，指甲和手也是血肉模糊。我没作声，心中暗自回忆着那天在树下看到的那个坑。听得他接着道：所以没有太留意浩洋。我记得当时他蹲在地上，好像也是在看树根附近。当我听到他大叫一声的时候，转头看了一眼，看到他差点没蹲稳要摔倒，我立马伸手扶了他一把，就看到他手背上有被挠过的痕迹，衬衫的袖口都被抓透了。可是你也没能亲眼见到那只猫，对吗？我问道。没错，我也很惊讶于他说的那只是个什么样的猫，竟能如此迅捷。吴医生道。后来我拉他起身的时候，倒是听到树上有一阵枝叶摩擦的声音，但我不能确定是那只猫发出的，还是掉下的斑鸠造成的。掉下的斑鸠？我一惊道：是不是长得很像鸽子？差不多。吴医生好奇地望着我道：确实很像，但比一般家养的鸽子稍小一些。我的脑海里一片混乱，2位医生此刻一定搞不懂我在想什么。说实话，我也不是很清晰，只是这些天来所看到听到的一些零碎片段，像针尖一样疯狂地扎着我的大脑，一阵一阵的刺痛。这件事绝对有疑点，而且不是那么简单，这就是我此刻的直觉。腹部炸开的虫尸，流出粘液的树洞，狰狞的野猫，掉下来的死斑鸠，还有什么？我小声嘀咕了一句，立时被坐在我身边的刘主任听到。还有什么？刘主任十指交叉，皱起了眉头向我问道。我也说不好，我不是医学专业，可能没什么根据，但请恕我大胆猜测。我道：你们觉不觉得
齐浩洋的病可能真的和猫有关。我怕这样问的力度不够强，紧接着道，或是说他的病和死掉的斑鸠以及非自然爆开的虫子，甚至……我立时间似乎想到了什么，使劲地清了清嗓子，挺了挺腰身，接着道，甚至说会不会和那棵树有关。不出我所料，果然两位医生听完我这么一说，不论是神态还是姿势都做出了一些调整，尤其是刘主任，他用鼻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再缓缓吐出，道，狄先生，我承认，当人在一个领域待得太久，随着科研的深入，会对这个领域形成一个固化的思维方式。有时候这是一件好事，就像一道屏障，不会被天马行空的想法所影响。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很难接受没有理论和根据的幻想。我立时明白他的意思，一时间我被这句话弄得面红耳赤，心服口服。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医生。刘主任看了看我的表情，接着又道，我没有别的意思，李先生，请原谅我是一个谨慎保守的人，但我绝非胆小，我只是希望以我的所知所学能够毫无差池地帮别人，而不是把精力和希望托付在没有任何理论做支撑的猜想上。对此，我只能说，这个可能性不大，即便有，也确实超出了我的研究范畴。他的话很在理，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我注意到，刘主任话一说完，看了一眼吴医生，吴医生却看向了我。目前我们面临的确实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吴医生点头道，在你来之前，赫曼医生认为齐浩洋体内的细菌是无法用抗生素抑制的，这极有可能是一种未知的超级细菌。但你知道，我们如果放弃尝试抗生素，就意味着冒险。这是什么意思？我有些凌乱，问道。我是说，为什么他要求停止使用抗生素，而你们又为什么有所坚持呢？角度不同吧。刘主任抿着嘴唇道，你要知道，赫曼医生他是微生物学家、病毒学家，而我们是医生，他对于病毒和细菌的认知比我们要深很多，这很正常。可区别就在于，如果我们放弃了现有的治疗手段，那后果是无法预测的。我点头表示理解。我问道，那他这么说应该不是出于猜测吧？我的意思是，他是否遇过类似的病例？据他所说，确实有过这么一位病人。吴医生叙述道，当时他们已经试过了已知的所有抗生素，可惜对那种细菌而言丝毫不敏感，患者的肝脏开始衰竭，所以他们不得不停止用药。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他们大吃一惊。我手心冒着汗，听得吴医生接着道，他们发现大量的细菌开始凋亡，体内的细菌量在趋于正常范围。为什么会这样？难道免疫系统开始工作了？我瞪大眼问道。这我不能肯定，这类细菌已经出现了很强的耐药性，常见的药物很难抑制，用药的同时的确会对免疫系统造成很大的负担，肝脏首当其冲。所以吴医生看了一眼刘主任，接着道，所以赫曼的意思是先停止用药。可以试一试吗？我急着问道。然而两人的脸上却露出了难色。当我看到监控中微弱跳动的心率、紧闭的双眼和身上插满管子的画面时，突然理解到了什么叫做于心不忍。然而就因为这个画面，让我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我要去找这个赫曼医生，不论有多远，我都要去。我总觉得
他既然遇到过这种病，那他就一定有办法。